Hello，亲爱的美食家会员们，大家好，我是 CY， 今天继续奥布路的系列150，我们讲一片世界。最近的很多信息呢，大家觉得很难听得懂，我已经尽我最大的努力去把它讲得清楚了，但是这个东西真的很复杂，大家需要一些耐心，然后就能够听得更明白。OK，要不然多听几遍吧。好了，首先呢，我们来谈论3个问题，这是我在传道生涯当中经常听到人问的。第一个问题，直接造在天国不就得了吗？这是很多人问的问题啊！神要救我们这么费劲来到地上，圣灵感孕，钉十字架拯救，然后还要传福音，哇，还有什么属灵的征战，哎呦，还有彼此相爱啊！最后就进入到天国审判那一开始就造在天国不就得了吗？哇，你看你多聪明啊！哇，我们的听众特别的聪明，是不是？直接造天国不就得了吗？ OK， 第二个问题，直接把魔鬼干掉不就完事儿了吗？哎呦，这个一条蛇进去诱惑夏娃，直接把蛇砍了，对不对？魔鬼堕落，直接把它干掉啊！什么诱惑人呐，吞食人类啊，又是什么属灵的征战呐，对不对？又魔鬼又附人啦什么的，又诱惑人，又进入歪理邪说、歪门邪道啊！直接把他干了不就得了吗？第二个问题，哇，你好聪明啊！第三个问题，得救了何必要爱呢？耶稣讲到，我给你们一个新命令，叫你们彼此相爱。最近我们也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去讲关于无条件的爱。都得救了还爱什么呢？反正不是都得救了吗？爱影响救恩吗？不影响，对不对？我就算不爱这个罪耶稣也担当了，没错你得救了，那还何必要爱呢？对不对？哇，你好聪明啊 ！OK， 3个问题其实都指向同一个思维，就是结果。亲爱的朋友们，你想要一个结果，所以你会问出这3个问题。你认为可以有其他的途径可以直接达到这个结果，而看起来实际的情况不如你想象的方式更好，因为你可以直接达到这个结果。好了，那么结果的概念是怎么发生的呢？首先有因，然后有果，而中间出现了一个过程。那么你是如何看待这个过程的呢？答案就是时间。你用时间定义了因果的概念，所以在你脑海当中，所有的原因是为了某个结果。那么如果你只是为了那个结果的话，而现在你又知道了某一种方法可以直接达成那个结果的话，那又何必有前面的原因，何必有前面的过程，直接让那个果就变成因不就好了吗？反正你自己可以决定什么是因吗？因为你现在认识了一位全知全能的神你知道这位神可以设定任何的东西，那你为什么要让前面那么一大堆因成为因呢？你直接让这个果是因不就行了吗？也就是说，一开始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就把这个世界直接造成你想要达成的结果的状态不就行了吗？哇，你好聪明啊！问题就在于，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概念在你的脑海里面，它的名字叫做时间，而这个时间它其实是幻觉来的，时间并不存在，它是你的幻觉。所以在3维世界当中的人族们很难明白有关于真理的可以说任何的内容，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人类困在一个叫做时间的幻觉当中。所以作为一个存有来说，你们的障碍并不是事实上在你周围发生了什么，无论它能改变或者是不能改变，无论你能对它做出什么样的影响和干涉，事实上真正的障碍并不在于周围所发生的一切，而在于你本身身处幻境，而这个幻境它的名字就叫做时间好了，所以如果你能跳出时间的幻境，你就会发现上面3个问题根本不需要解答，因为你会问出这个问题的基础在于你在时间的幻境里面。真正的目的它不是以结果为导向的，因为结果是你的幻觉，是你把它放在时间里面的结果。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你能定义一个目的的话，当你把目的这个词说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和时间也是捆绑在一块儿的。你认为目的尚未达成，是因为你活在一个时间的幻觉里面。所以你会发现，每当我们说任何的词，
在这一个维度里面，它已经被扭曲了，它被幻觉扭曲了，所以你理解它的意思和它真正的意思不一样。所以如果你能跳出时间的幻觉去理解目的这个词的话，如果你真的可以做到的话，那么我可以告诉你，这个目的它与时间是没有关系的，目的在于体验，体验才是目的。我举一个例子，当你去看电影的时候，如果这个电影是你在一个软件放电影的软件上面看，你可以自动调它的进度条的。当你在看电影的时候，我能不能对你说，你直接看最后一秒不就得了吗？直接最后一秒就是结局呀，你就可以看到结局了呀。你为什么要看前面这一堆呢？直接就可以看到结果呀。那这个时候你可能会问我，你是不是神经病啊？我直接看最后一秒有什么用啊？哦，你现在懂了。当你在看电影的时候，你不会直接看最后一秒，你不会直接要那个结局，因为你看电影的目的就根本不是在于为了结局。当然有的人可能真的是为了这个哈，这样的人我也不太理解当他看一部电影的时候，他首先想要看一下结局是怎么样的但是大部分的人应该没有这种怪癖吧，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怪癖看电影1分钟没看直接切到最后一秒钟，有这样的人吗？也许有吧，也许有吧。我在问你，看电影的目的是什么？你在体验这个过程嘛，你直接看结局有什么意义呢？所以真正的所谓目的，当然你要跳出时间去考虑这个概念，它不是什么结果，它是过程，它是体验的过程。好了，当你明白这一切，我们稍微复习一下我们上一次所讲的。首先，神的存在，我们要谈论这个世界了，那么我们就要谈论这个世界的起头。当人们感觉到时间的时候，人们在想，那昨天是什么样？昨天再昨天再昨天，无限无限，对不对？你的每一天看起来是有限的，可是你可以用无限的有限去叠上去，一直往前叠你就会思考，那总得有一个开始吧？没有开始，那是什么样的呢？你无法想象了有限难以想象无限，你想不到了。当你看到一座山，你想要去看山的另一边是什么样的，可是山的另一边可能是另外的一个山，但你又想，那这个山在那边是什么样的呢？所以最开始的人们以为地是平的人们在想，那这个怎么会有一个无限广阔的一个地面呢？那地的那一边是什么？海的那一边是什么？每当人们看到一些障碍，人们就在想，这个障碍的另外一边是什么呢？这就是关于空间的这个想法。人们在想空间是什么东西。当人们觉得我们活在一个世界，一个地球上面，那人们在想，那地球外面又是什么旁边有月亮，然后有太阳，对吧？人们知道有太阳系，然后太阳系在外面又是什么？人们又知道有银河系，那银河系在外面又是什么？是宇宙。那宇宙的边界又在哪里？没有边吗？哇，人们又开始想不通了。什么叫做没有边呢？可是我们发现宇宙是在膨胀的那如果它在膨胀，是否意味着它曾经是有边的？或者说它一直都有边，只不过我们没有到达它的边界呢？是怎么一回事人们在思考所有的一切，而最终一切在无限在有限领域当中难以想通的事情，最终它链接到了无限。人们开始想到源头，人们开始假定应该有一个源头，因为如果没有源头的话，一切的逻辑没有办法建立起来，无法闭环的。所以人们在想，应该是有一个源头，也有人开始相信有一个源头。那么这个源头又是什么样的呢？哲学出现了，人们在想源头它到底有没有意识？那么这一个分支，两个极性产生出来了，人们的看法开始不同了。源头到底是一种纯物质无意识的状态呢，还是说源头本身就是有意识的呢？人们开始对神有了概念。当你认识到一位神，那么这涉及到这位神他有意识还是没有意识，这就是人们的开始对于神的种种的揣摩。 OK， 那么首先呢，我告诉你这个答案，神是有意识的。当然我没有办法给出直接而充分的证据，这就是我上面所讲的，人类不可能以证据连接到全备的真理，因为证据是有限的，而有限无法链接到无限。所以一个存有与真理所链接的唯一通道就是信心。很多的人他们相信科学实际上是你透过信心相信了之前的实验做了之后是这样，而明天再做这个实验仍然是这样。那么有一位哲学家他提出了一个问题，非常的棒。他说 OK， 你做了100次试验全都是这样的，那么你用实验
来定义出来某种定理、某种公理，你认为是客观的世界某种规律是这样的，因为你做了100次实验，这100次实验都是一模一样的。好了，那么我要问你，你用什么担保？当你后面再做的实验和前面的结果是一样的？你用什么担保这件事情？亲爱的朋友们，你会发现人们相信科学。为什么？人们说科学是通过实验验证的，实验验证的是前面100次，你用什么担保后面的那一次和前面是一样的？你怎么担保这件事情？这个是担保不了的。哇，那一刻人们发现，原来通过实验得到的结论就是真理，这句话本身是通过信心去接受的，而不是通过实验。因为你如何通过实验来证明实验所得到的结论就是真理呢？这件事情本身没有被实验证明啊！哇，最后人们发现了，其实是相信。所以呢，你可以说你相信科学，但只不过就是你相信科学罢了。你相信它，你发现吗？其实也是透过相信链接在一起的。OK， 不多说了。首先我们来讲关于神的道理。神被看为是无限，被看为是源头，被看为是起初的起初，在一切存有在以先啊，一切的权柄再往上，最大啊，太初有道，自有永有，无限。哎呦，怎么说？怎么描述啊？各种有限的词语一顿描述啊，描述来描述去，其实这一切的词语都是有限的词语，它不能描述真正无限的神。所以如果在这个领域不停的探讨，可以讲3天3夜讲不完，永远讲不完。那么我们现在就停在这个部分好了。我们透过信心相信有一位独一的真神，它意味着全部的源头。 OK， 神的第一面貌自由意志，这是构成这个世界的3个最重要的基础。第一个，自由的意志，这意味着神有意识，所以神拥有自由的意志，这是神的第一个面貌啊，变化的变，面貌的貌哦，第一个面貌，神以自由意志的方式显露啊，自由意志，这是第一个元素。第二个啊，当然前面我要讲哈，自由意志与主权其实是一致的，是一样的东西。当你看最开始只有神的一个意志的时候，那么自由意志等同于主权。那么神以自由意志再配合另外的2个面貌，使其他的自由意志产生出来，你也可以认为是神的一种自我分裂。当然这种说法它不严谨啊，投影也可以，自我的分裂或者怎么样都可以。当然这里面的真正的原理不是那么简单，我后面会有机会详细讲，好吧？自由意志透过另外的2个面貌啊，极性，然后还有这个能量啊，产生出来新的自由意志。那么这些自由意志呢，它和神的主权是一致的东西，因为本身就是神的主权使它产生出来。所以你在圣经当中呢，有这样的词叫做啊许可啊引导啊任凭，对不对？这类型的词，许可，神许可。那么神许可一个自由意志，神又知道这个自由意志一切的选择，那么这个自由意志的选择等同于是神的主权，只不过神允许它。 OK， 所以其实不冲突，我的意思是说不冲突。 OK， 这里面我讲一下这个最根源的问题啊。所谓决定论和自由意志，这是2种哲学上面的看法，也就是说人们对于神权的看法有这种不同的分支。实际上这2个分支是一回事，真正没有办法去突破这个障碍的关键问题就在于时间，就是我前面说的时间的幻觉导致人类想不清楚这件事情。因为人类不能够理解什么叫做决定与自由的意志，它是同步性的，同步的概念也在时间里面。当你跳出了时间的时候，你就会明白这2个东西是一模一样的东西。人们先假定如果未来是确定的，问题就在于未来本身是时间幻觉定义出来的。人们在想，如果未来是确定的，那么我们现在的决定和选择看起来是能够影响未来的。那么人们就在想，那是否如果未来是确定的话，我们现在其实是被干涉的状态呢？我们是不是被提线木偶呢？被完全操控的呢？所以人们在想这件事情。那么人们和自己的感受去感觉的话，好像没有什么东西操控我，我想干嘛就干嘛，我想怎么想怎么想，对不对？我要吃什么吃什么。所以人们通过个人的感受又感觉到呢，那这样的话未来应该就不是确定的啊，人们在这么去想。所以这里面的关键问题在于，你有了一个
时刻时间点，当你把这个时间点和另外的一个时间点看为两个部分的时候，那么这个分割是什么东西造成的？是时间，你需要用时间把不一样时间点给它分割开来。可是如果时间本身就是幻觉的话，你就会开始明白那个分割根本不存在。也就是说，所谓过去和未来的这种分离性，在你脑海当中它是两个东西，你才会觉得它有不一样的可能性，对不对？怎么样因果怎么样，对不对？你通过因果把它们链接在一起，然后里面中间是自由意志的选择你觉得这个东西它到底是确定还是不确定？你认为它确不确定，这个思想本身的基础在于你把过去和未来看为是分割的东西，这就是分离的，而实际上它是合一的，因为时间根本就不存在。好了，这个东西再讲下去也是无限的，那么我们就停在这里好了，你能懂多少就懂多少好了。所以自由意志和主权其实是一回事儿，啊。第二个这个一生二，对不对当自由意志出现的时候呢，那么极性产生出来了，那么基础在于爱就是能量，爱可以产生极性。我们所谈到的爱是在于我们天然的对于爱的真的这种爱原本的爱的属性概念，我们已经对这个概念产生了某种极性，然后我们去理解的爱。也就是说，我们理解的爱本身就是有极性的，它不是一个真正的爱的概念。那么第二个神的面貌就是爱，它也可以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理则。理就是道理的理则是规则的则，原理法则，一切的理则存在了，它和爱是一回事，因为它的原本的属性是能量。理则，一切的理则它和爱是一样的东西。那么爱它是分层次的，这就透过第三个面貌出现，也就是光。光意味着能量的层次，爱意味着能量的源头，理则也意味着一切法则的源头。而光，第三个面貌光，它和智慧也是一样的概念，只不过你是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一个层面去看待它而已。智慧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如何去面对着这种理则。那么这种理则和如何发展和变化，包括创造性的理则，这些是可以操作的空间，那就是智慧，也就是所谓的主观的能动性在这上面的一个显明，在理则上面的显明，也可以说是自由意志在光上面的一种显明，在爱上面的一种显明，它显明的方式就是光。自由意志在爱上面的一种显明，它显明的方式就是光。光是什么？它是有分层次的，它是有不同的频率的。那么这意味着爱的层次被分辨出来，然后爱的领域、爱的对象、爱的极性、爱的程度，这所有的一切都被分离出来。这种分离出来的层次性，能量具有层次性，能量具有互相影响、干涉的这种特征，它都可以用光这一个概念去表达出来。如果你在意识的层面，那它就是智慧，就可以去表达出来。智慧可以解决这一切的问题。当你在谈论一切的理则，理则还有理则的子理则，在这个理则的之下的子理则，子理则再向下子理则，它又是一个无限的道理。OK， 明白这个道理吗？我举一个非常小的例子理则你可以把它看为是一种公平的东西，那么你也可以说爱是一种公平的东西。那么这个公平的概念，它体现在你在哪一个层面的理则？那么层面是怎么划分的呢？用智慧去看待，那么这就意味着光。所以第一法则、第二法则、第三法则，三生万物，它实际上是互相作用的，它就好像极性一样，正向极性、负向极性和平衡极性，你不能把它彻底的分开的。而这所有的一切都有自由意志参与其中，发现了吗？神的自由意志，包括神所设计的一切的自由意志，其实也是神自己的自由意志，是一样的。所以这些东西是综合在一起。 OK， 我就举一个很小的例子，比如说你现在在拳击台上面和另外的一个选手比赛拳击，那么这个比赛它就是公平的。虽然呢你们之间的个人能力、训练的程度、年龄、体型、技巧可能全部都不一样，但是呢你在这个比赛的层面上面它是一个公平的。那么这个理则在于你把理则放在一个什么层面上面，那么你用什么层面去看待它呢？那这就是一个智慧的概念了。当然呢有可能说你和对方比赛你很年轻，你20岁，对方可能50岁了，他身体情况下滑了，那比如说你手下留情或者说呢
你虽然赢了比赛，但是你给予对方最大的尊重啊。你说这个他已经50岁了，还是这么厉害，虽然败给我了啊，但是呢，在我心里面他比我还要强，对不对？那这又是另外一个层面的礼则了。那你说谁胜谁负呢？这个呢，有一个拳击擂台比赛的礼则，那么在你心里面有另外的一个礼则，对不对？你可以说虽然这场比赛我赢了，但是在我心里面你赢了我，对吧？我也有可能说对方已经受伤了，带伤上阵，但是呢，可能和健康的你打了一个几乎平手，对不对？你可能最后你的比分是100比99啊，那你觉得如果对方是健康状态，他应该是赢的，对不对？那这是另外的一个礼则。这已经是礼则下面的子礼则了。那这个时候你如何判定胜负呢？那实际上判断，我在谈论判断，它其实属于爱，它是属于礼则。判断其实在于你在什么样的礼则去看待问题。我的意思就是说呢，所有的判断它存在更高的判断标准，它有更高的礼则的存在。那也就是说，上面的礼则和下面的礼则其实并不冲突，只不过你们在不同的礼则里面。那么这里面又出现一个问题了：如果你正在和对方比赛的过程中，对方忽然掏出来一个机关枪，哇！一瞬间，这个比赛的公平被打破了。那现在我们怎么来看待问题呢？可能对方可以用机关枪直接把你打死。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比赛判对方输，因为对方违规。问题就在于呢，在这个过程中你失去了生命啊。这个生命和这个比赛相比来说，哪个更重要呢？那对方那我就宁可违规了，我就是把你打死。那从这个角度上来看，这还是公平的吗？这在这个拳击比赛的领域当中，这个礼则里面，它已经不再是公平的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当然他不可能掏出来一个机关枪，如果他真的掏出来的话，马上也会有各种这个安保措施冲上去制裁他，对不对？好了，现在外来的力量制裁了，这又是另外的一种公平。那么这个公平已经超越了拳击擂台的公平了，因为拳击擂台它的制裁的最高的制裁手段就在于你最多只能判对方输而已。作为一个比赛，无论对方做了什么，作为一个拳击擂台这个场子来说，他能给对方最大的制裁就在于判对方失败，他不能再有更多制裁了。或者你可以说什么禁赛多少场，或者终身禁赛，无论怎么样，他最高制裁只在这个程度。但是如果他掏出了一把机关枪，那这个时候司法机关介入了。那么司法机关是一个更上面的礼则，他在拳击擂台更上面，那他可以给对方更高程度的所谓的制裁。但是这种制裁本质上它其实也是礼则的结果，它是另外的一种公平，所以是不同层面的。好了，再继续讲下去又是无限了，我们停在这里。好了，我们现在要谈论一些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些概念，而实际上他们都在这3个法则里面，只不过不同的配比而已，不同的配比。好了，在你的脑海当中有一些看起来完全对立的概念，实际上它不是完全对立的，因为一切看起来对立的东西，它们都有统一的部分，或者说它们相互而存在，他们互相因着彼此而存在。你不能抛开一个，因为一个概念没有了，另外一个就失去它的定义了。就好像一个硬币的正面和反面一样，你不可能说让反面的这个概念彻底消除吧？没有反面的概念，正面的概念怎么定义呢？是同样的道理。好了，我谈论一些问题，这些词语你去尝试的理解，在这3个法则里面，它们都分别是由什么样的成分所构成的。第一法则，自由意志也就是主权，自由意志和神的主权是一回事。第二个，爱也就是礼则，爱在你看来是一个情感上面的东西，因为你已经把它极性化，你把它抛开情感的话，爱它就是礼则，爱和礼则是一样的东西。然后第三个，光与智慧是一样的东西。所以这3个属性你把它放在任意的概念里面，你都能看见它们是如何存在的。好了，我随便讲一些道理。第一个，公义与恩典，我们常常谈论的一个问题。公义，什么是公义呢？在我看来，公义意味着某种程度的平衡，公义意味着平衡，欠债还钱，这就是公义，对吗？公平，你做坏事，那你要得到这个的惩罚，对不对？我们在这世界上面所看到的这种显化的面貌，当然它已经显化到一个相当显化和局限的程度了。一个事物它越显化，那么它显化的范围也就越局限。那么越显化的东西你越容易理解，但是你越理解的容易的东西，它其实越局限。大家能懂这个意思吗？所以呢，如果你要进入到一个更深的层次呢，那么也就是所谓的抽象，也就是所谓的形而上那你进入到形而上的领域当中呢，你可能会觉得很复杂很困难，但是实际上它没有那么显化，但是它所涵盖的范围是更加广阔的。所以你要了解越全备的东西呢，它就越难，说白了就是这样，对不对？你看特别显化的东西，大家就喜欢听讲例子，对不对？一讲例子我就一下听懂了，你讲了半天我没听懂，一听你讲例子听懂了。那例子是因为它太显化了，显化在一个
很小的范围里，所以你所谓的懂其实是在一个很小范围里面懂，对吧 ？OK， 当然那也很好，也好过于不懂。好了，我们来讲了公益，我们来举一些例子去看待它。某种平衡债务系统实际上就是公益，审判系统这就是公益业力系统这就是公益，对不对？所有的一切包括一切的理则。那么公益是怎么设计出来的呢？公益本身源于理则，第二个变相，对不对？那么理则又是谁设计的？自由的意志，第一面貌，自由意志。那么公益它有没有层面呢？公益有没有不同的层面呢？就像我刚才说的，在司法领域当中有一个公益的层面，法律的层面，对不对？然后还有什么呢？比赛的层面，比赛是有规则的。然后还有什么？道德的层面，对不对？有的时候呢，人们说你这个虽然说符合比赛规则，但是呢不符合体育道德，对吗？有的时候人们会这么看问题那道德层面又是不同的理则了。所以它什么层面呢？不同的物种之间什么样的层面呢？你去欺负一个人，认为你道德有问题，那你去吃肉，你不觉得道德有问题了，对不对？但实际上这个怎么去看，对不对？怎么去看这世界上也有很多反对各种行动的一些组织，我就不多说了因为我不想针对任何东西。我的意思是说，公益它分为层面的，对吗？那这是什么带来的？自由意志、理则。自由意志设计了理则，然后呢，智慧与光又将这些理则产生分层。那么公益是不是要透过很多层面去看所以你看这世界上面有诸多层面的公益，但是你要去看最上面那个最大的公益呢，这就是我说的在显化的领域尚未显化越是显化的清楚的部分，它越是局限性的范围。好了，恩典其实是一样的道理。恩典如果没有公益作为对照的话，那么何为恩典呢？对吧？何为恩典呢？那么有的人说恩典就不公平了，那你可以这样去看，但是恩典又是上一个理则领域当中的公平，它在下面的一个理则里面看上去就不是那么公平，因为它的平衡是在上一个理则里面平衡的。就好像说一场拳击比赛，一个人忽然掏出一个机关枪，这时候警察冲上来把他制止了，那你说对于那个人来说，警察凭什么来干涉我这个擂台里面就是我们1对1，警察过来干涉不公平哇！那警察过来干涉，它是上面一个法律理则的公平 OK。 所以我在谈论公益它是什么东西呢？公平的。恩典它是什么呢？也是公平的。但是你在恩典所施加的那个理则里面看起来它就不是那么公平，但实际上它在上面的一个理则它又是公平的，所以它们是对立而统一的东西。而恩典同样涉及到什么？自由的意志、主权，对吗？主权一样的东西。然后呢，第二个爱，源头，对吗？爱，对吧？恩典因为什么？爱，同样是什么？理则，只不过它是上面的一个理则，上面一个层面的，它施加在下面一个层面的公益领域范畴里面。哇，你会发现它们都是一回事了。第三个是什么？你如何能明白这件事？光意味着什么？能量的分级。哇，当你能够用分层次的角度去理解这些概念的时候，你发现恩典和公益你能把它和谐统一了。有没有和谐统一？能统一了，那你在于你能够站在一个更高的维度去看待下面一个维度，那这是什么东西这不就是光吗？光是可以分层的，那这在人类的意识当中它又被称为是什么呢？智慧。哇，你有了智慧了，你开始能从上面一个层面看，下面一个层面看，你能看到理则，又能看到子理则你开始发现哇，所谓公益和恩典它其实是一回事。哎呦，这就是智慧。那么智慧带来了什么呢？合一智慧带来合一没有？你发现没有？不同的词以前你觉得是对立的，而慢慢的你能够用合一的角度去看待它，这个又是什么呢？这不就是非二元对立思维吗？这不就是一个更高级层面的思维吗？这个意味着什么呢？智慧这不就是智慧吗？当你有了这个智慧之后，你开始用非二元对立去看待问题的时候，你脑海当中不再是正面极性、负面极性。如果你总是两个极性，你是不是总是分离的你看待任何的事物，你总觉得这个东西和那个东西对立，你总觉得在对立是不是带来分离你所有的分离感不都是对立吗？包括你所理解的过去和未来这两个东西是不是对立的？你在用对立性去看待问题，而实际上它们是统一的，它们是一样的东西。哇，就合一了。所以当你有智慧，看见了吗？你就合一。当你有合一的智慧的思维，当你用三元的思维去看待问题的时候，这意味着什么？过去和未来都是一样的了。当你把过去和未来都看成是一致性的东西，为什么？因为你用更高层次的视野去看问题了。当你在看一部漫画的时候，第一页和最后一页它们看起来中间隔着很多页，因为你要翻好多页才看过去嘛。可是如果你站在一个更高的视野，
它就是一本书，这本书的第一页和最后一页它就是挨着的呀，它是放在一起的呀。哇，这一刻你发现合一了，时间在你面前都可以完全被压缩了，它中间都没有一个分离性了。哇，这是什么智慧？智慧源于什么？分层次了，你的层次不同了，你站在更高的视野看问题了，这意味着什么？智慧。所以当你有了智慧之后，你会发现自由意志和主权是一回事，过去和未来是一回事，原因和结果是一回事，爱和理则是一回事，光与智慧是一回事。哇，你甚至到最后你会发现分离与合一它都是一回事，因为若没有分离就没有合一。没有分离你怎么定义合一呀，朋友？如果你脑海中从来没有一个分离的概念，那么什么又叫做合一呢？所以分离和合一都是体验当中的一部分，而在这些体验当中，分离和合一分别被定义出来。所以你开始明白啊，原来灵魂它不是为了要怎么样。最近有一些朋友一直在问我神是不是就是为了这个？魔鬼是不是就是为了那个？为了这个，为了那个？没有什么为了这个为了那个，一切都是体验当中的一部分，而这些体验彼此存在，他们才彼此有了定义这个东西继续讲下去又无限了，那我们就停在这里好了。我们接下来讲无限与有限。无限与有限本身也是对立统一的，因为若没有有限，无限本身就不能定义出来，而当你在有限里面的时候，你又会开始因着有限而开始产生出来对于无限的某种程度上的理解。所以无限和有限其实是一回事。哇，天哪！好了，我再解释这个问题。无限不能体验有限，除非它进入到有限。无限如何体验有限呢？它本身是无限的，它怎么体验有限呢？除非它进入到有限所以你知道一切的存在了源头就是神，它既是无限，神就是无限。那么为什么后来会有这么多的有限呢？当你定义了一个灵魂，你首先要将这些灵魂分割开来，他们原本是合一的，但是你要将它们分割开来，使无限成为了有限。这意味着什么呢？无限要体验有限，就必须使自己进入到有限当中，那么你就知道这个世界是为何存在的了。因为世界的存在就是一个有限体验的场所。当然这个场所你可能会想到物质的概念，它不是物质，只不过在某些场所里面有物质的这种形态，它本质上都是能量场所。如果没有所谓的场所被定义出来，场所本身就是有限的东西，如果没有一个有限的概念被定义出来，以使灵魂进入到有限状态当中的话，那么无限就不能体验有限。所以无限必须设计有限，进入有限，体验有限，再将有限的经验收回，就获得了无限的有限体验。所以一切都是体验。当我们在想神是不是就要干这件事，那为什么不直接让那件事发生？哇，体验。你看一部电影，你会直接看最后1秒钟吗？那你不是剥夺了你自己去欣赏整个过程的体验吗？你剥夺了你自己啊！你看电影是为了最后1秒吗？ OK， 无限和有限它们其实是一回事，你就知道什么叫做合一了。在圣经里面讲到最终万物合一，在基督里面合为一。既然本来就是合一的，为什么要分离呢？既然已经分离了，为什么还要合一呢？你总是透过一个结果去看待问题，你永远想不出来中间的为什么。因为这所有的为什么都建立在一个时间的幻觉基础之上，而实际上呢，他们本来就是如此，本来就是会合一，本来就是会分离，本来就是分离之后再合一，才能明白什么叫合一，这本来就是如此。第3个概念，时间与空间。我前面所说的一切透过3个法则去理解它们，3个神的面貌，自由意志、爱和光，这3个东西一起放进去，我不讲了，好吧，自己看。无限和有限，把自由意志、爱和光放进去，去想什么是无限，什么是有限，把自由意志、爱和光放进时间和空间的概念里面去想，为什么会有这个幻觉，对不对？这2个东西其实都是幻觉了。为什么会有？因为要设计这样一个有限来去彰显自由意志、爱和光。光意味着分层，如果没有有限的话，你怎么分呢？分层是不是有限？没有有限怎么分层啊？这2个颜色中间的跨度，这个跨度是不是得是有限的，它才能分出来层啊？所以时间和空间出现了，时间空间是一回事，它是一样的，时间杠空间，它们2个是一回事，只不过你从哪一个面貌去看待它而已。好了，分离与合一都是一样的，
自由意志、爱和光。光就是什么？分离合一。你可以把7种颜色合在一起，它就是白光。你把白光放进3棱镜里面，通过介质让它们产生散射，把它们分离，它们就分离了。那这是在什么里面出现的？光所以分离和合一，它是智慧的产物。哈利路亚！哇，太奇妙了。所以呢，自由意志在无限的叠加的状态当中，而其场所就是时空，而所有的自由意志的叠加在一个有限的时空里面去体验，这所有的体验是什么？有限的体验，而最终他们回到无限，就是合一，而这就是世界。哎呦，累死我了，我稍微休息一会儿啊，朋友们。来，我们继续休息了10秒钟。第3维度的灵魂周期灵魂它有周期性，周期里面可以再分层，分层的每一个层级里面可以再分层，这个分层的跨度就是7当然你也可以用另外的一种跨度分层。如果你懂音乐的话，全音和半音还是不一样的这个我们后面再讲后面再讲。都别着急，好吧，我尽力了这个东西确实很复杂。好了，我们现在主要讲一下第3维度的灵魂周期，因为其他的维度和我们现在没有关系，我们不讲其他的维度，我们只讲第3维度。第3维度这个是在讲空间。那么灵魂在第3维度的体验，主要是体验7个灵魂密度。灵魂的周期和灵魂的密度也是不一样的，是一个周期下面有7个密度。当然在上面有无限的分层，人类的词就不够了每一个密度里面也可以再无限的往下分，再往下分7个这个就词不够这个第3维度的词很少，不够，我们慢慢讲，不着急我们稍微来看一下这个光是怎么一回事。因为7个密度是由光谱来区分的，这意味着真实的颜色，真实的颜色是灵魂的颜色，不是这个世界上面我们看见的颜色，它不是物理世界里面的概念。我在圣经里面给你稍微找一点东西，当然它成不了什么证据以西结书第1章28节，以西结书第1章28节，前面讲到了神出现了前面讲了一些，你可以自己看，我们直接看第28节。下雨的日子，云中虹的形状怎样？这里的虹说的就是彩虹，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是怎样？7种颜色。这个不是在讲物理世界的东西以西结这里面看见的是真实颜色，其实是灵魂。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我一看见他就匍匐在地，又听见一位说话的声音。OK， 神的形象这里面其实是灵魂的颜色灵魂的密度，灵魂的密度有其颜色，而灵魂密度在就是说在它不同的密度里面的一个兴盛的状态我不知道怎么就荣耀状态。好了，就这个词荣耀荣耀的状态又能在一个身心灵复合体的上面去达成7种颜色同时出现。后面慢慢讲，我稍微讲前面的这个，稍微复习一下前面的东西好多朋友听不懂再讲一次。第一个，第一周期灵魂的第一密度在第3维度里面的体验。第一周期要体验什么？好了，我前面讲了半天，我在讲一件事情，你别说什么结果，没有什么结果，体验 OK。 第一密度的体验能量与物质。那么这个体验是什么呢？里面是不是自由意志？第一个体验自由意志要体验的东西，灵魂的体验源于自由的意志。那么这自由意志和神的主权是一样的东西，神的主权就是要这个自由意志体验这个自由意志也是要体验这个，是一回事朋友，对不对？你对爸爸说我要玩这个东西行不行？爸爸说可以OK， 那这是你的自由意志，这同样也是爸爸的意思因为爸爸知道你要做这个事情，才让你允许你可以去用自由意志嘛朋友，我带我的孩子去了游乐场，我带他去那里干嘛呢？不就是玩了吗？对不对？他问我可不可以玩，我当然说可以对不对？这就是我的主权吗？同样他的自由意志难道我的主权就不能允许自由意志吗？朋友，你现在可能不理解允许，因为当你想到主权，你想到的就是支配因为你的思维站在爱的黑暗极性里面。当然这无所谓和救恩没关系，我在说这个道理。当你想到主权的时候，你首先想到的就是支配，
你不明白主权和自由意志根本它可以合一的。OK， 没关系啊，这个地方再讲又无限了，那么我就停在这里。OK， 往后讲好吧。第一密度，元素的密度，也就是所谓的物质，三个神的原始面貌，第一面貌、第二面貌、第三面貌，在所有的密度里面都能体现出来。我前面就讲几个，然后你后面你自己想好吧。三个神的主要面貌，第一面貌自由意志，第二面貌爱，也就是理则，第三面貌光，也就是智慧。你会发现在这7个密度里面，就是要体验这3个神的面貌。神的面貌也就是意志要体验的东西，因为意志本身就是源于神的，自由的意志，灵魂本身就是从神的原始灵魂、源头灵魂，对不对啊？分裂出来，影分身术，卡盖莫西莫西字，对不对？我不知道怎么解释了，当然不是那么一回事啊，不是那么一回事。投影这个解释不了，人类的三维啊，没那个词，不好意思，就尽力了，朋友们，这一把是尽力局啊，伙伴们，尽力局，我手上武器不够，你知道吗？我这个词不够，这个三维啊，哎呦，好了，第一密度是体验能量与物质的，能量与物质是什么东西的结果呢？光的不同频率，能量是有频率的，对吧？能量是频率，能量是什么？是爱，对吧？谁让他体验的？自由的意志的选择，是不是3个元素？三生万物啊，三生万物在第一周期里面，第一密度是不是体现出来了？物质，那么物质呢？物质有不同的物质的形态，不同物质形态的本质是什么东西不一样？振动频率不一样，振动的频率不一样，能量的构成分级不一样，能量也有不一样啊，风啊，元素啊，对不对？风火啊，土啊，各种各样的元素。那么在世界上，你可以用元素周期表，那是另外一个理则，这是不同的理则，它们之间不冲突，对不对？你用化学的角度看元素周期表，对吧？你用物理的角度看，你又能看出来很多物理的定律，刚度啊，什么这个有机啊、无机啊，是不是晶体啊还是非晶体啊，乱七八糟一顿分级，这些东西全部都是各种各样的理则、子理则，全部都不冲突的。所以第一密度灵魂体验的是什么？能量与物质，这个其实就是最根本的在体验三生万物3法则，自由意志、爱还有光，对不对？爱就是能量，能量分开了不就是光了吗？ OK， 第二密度体验意识，第二密度意味着生命的出现，生命具有向光性，生命具有生命所寻找的方向，所寻求的方向，这意味着意识的存在。所以在第二密度里面，灵魂体会着意识的存在，它有自我的意识。植物有没有自我的意识？植物有它自我的意识，它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它怎么知道什么部分属于它自己，什么部分是属于外界，对不对？你看那个树的根，它在向外界去扩张，那它是不是知道自我是什么部分，外界是什么部分？我要吸取外界的营养，然后为自我去提供营养能量，那我是不是在向外界？所以你看，我就不举例子了，好了吧？包括一切的小动物啊什么的，所有的这一切，它是自我意识的一个体验过程。第二密度，这里边举例子又没完没了了，到此为止。第三密度，也就是我们的现在的人类的密度啊，人族在第3维度的蓝色星球，就是地球上面的一个身心灵复合体的存在，我们姑且就说是人类吧，好吧？人族它主要体验的是这个东西，所以主要听这个部分，好吧？体验什么东西？爱选择，爱与选择。第三密度是体验爱与选择的。那么第三密度首先体验的是什么？因着选择的存在，因着分别善恶的存在，爱要体验，人要体验什么东西？一个灵魂。爱它是有条件还是没有条件？因为条件是二元对立定义出来的，当你活在二元对立里面的时候，爱它就是有条件的，而爱的本体是无条件的。那么怎么办？在有限中去体验无限。你体验黑暗的过程当中，也等同于是体验光明，只不过你是在负向去体验。有很多的哲学家呀、心理学家呀、这个神学家都写过类似的东西啊。那个意思就是说，黑暗和光明其实也是对立统一的。你体验了什么是有条件的爱，这个爱让你怎么难受了，怎么不舒服了，怎么创伤了，你怎么索取了，怎么痛苦了，而这反过来其实也是帮助你去理解无条件的爱，其实都是一样的东西啊。第三密度，这里面我稍微讲一下第三密度的身体状态，存有状态，不好意思，存有。
身心灵的复合体，身体就是这个肉体，你可以这么去理解。心它是一个灵性的一个灵性和大脑合一的一个存在，你可以把它认为就是魂。心你可以认为它就是魂，你可以认为它是在投影领域当中的一个灵魂。这个灵魂可以说是本体灵魂所穿的一件衣服，大概这个意思。你肉体可以穿一个物质的衣服，你的灵魂也可以穿一个灵魂的衣服。这个灵魂的衣服就是魂，它就是卡开摩西兹，对不对？影分身术，你可以说那个影分身在外面，然后那个灵魂是里面。当然它不是在一个空间里面差不多这个意思。身心灵的复合体，灵意味着灵性，你可以和你的本体所产生的链接，而实际上那就是本体，链接本身就是本体。因为你忽视了分离的空间幻觉的话，所谓链接其实就是本体了，是一回事了。好了，那么次序首先是先有心智，也就是魂。魂它是灵与魂的复合体，因为存在着这个链接，只不过链接一开始特别的弱，而后来它变得增强。这个增强的过程你可以认为是一个灵性觉醒的过程，你也可以认为是圣经里面所描述的更新魂的道的一个过程，就是魂会更新，这个更新也就是和灵的链接增强了。我前面讲了无条件的爱的道理，中间的链接就是无条件的爱，我后面再讲详细讲先把大的框架和原理讲清楚。所以最开始的时候呢，是先有心灵的复合体，然后才是身体。这和很多人的理解不一样有的人以为这是先有一个肉体，然后出生了之后趴下的他才有灵魂其实不是这样的，其实是先有心与灵的复合体，也就是说魂与灵的链接状态，它是先存在的，而在这个三维里面所表达出来的就是魂。那也就是说从一开始就有一个灵体，而且不同的维度里面的灵体状态是不一样的，但是用我们物质世界是探测不到的，目前来说。也就是说每一个存有其实它先有一个灵体，但是这个灵体因为灵魂密度的情况不一样，灵体的状况不同，你可以认为它是用不同的灵魂材质属性，就是说里面是不同的灵魂材质属性，我这么表达吧，只不过你看不见。也就是说你已经先有一个灵体了，这个灵体就是第三密度的灵体，它已经先存在，然后是这个灵体使你的肉体开始生长，你的肉体为什么它不会无限的长这个很有意思比如说你的眼睫毛我举个很小的例子你把它剪了之后它就会再长，但是它不会无限长。你会发现你有很多的地方它不会无限生长，但是如果你把它剪掉它就会生长，但是它会生长到一个地步它不长了这个限制它其实和你的灵体有关，只不过你看不见它，所以我讲了这个关键点了然后圣经里面所讲到的那个先造了那个身体，那个情况和怀孕出生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就是亚当的情况，它和普遍人类情况其实不一样。亚当是先有了肉体，然后是心灵复合体进入肉体，因为亚当那个身体它没有母胎怀孕的那个过程，其实恰恰人类的情况和亚当的那个次序是相反的，所以很多人他是用亚当的那个次序去揣摩全人类，其实那个刚好不一样因为亚当和人类不一样。好了，就是次序不同，这个不用我说，本来就不一样，你很容易看出来吧。所以真正的我们的次序人族的次序其实是先有灵体的，然后肉体因着灵体而生长，这个灵体被称为是心与灵的复合体，生长出来身体之后它被称为身心灵的复合体。所以身体和灵魂其实是一种能量闭环的状态，只不过灵体状态是灵体的部分，身体的部分是身体的部分，这两个部分其实是闭合回路状态，只不过你通过这世界上面的科技手段目前只能探测到你的身体其实也有一些灵体的部分只不过它不是那么的形象。讲完了吧，我这里面稍微讲一下所谓的心智就是在讲心，这里面的身心灵复合体里面的心所说的其实就是心智，而意识它和心智是不一样的，意识其实是心灵复合体，
意识意味着灵魂。所以我们后面在谈论心智和意识的时候，它实际上是两样东西。心智它就像是我们的大脑，它是你肉体的一个计算机，而意识它是你的灵魂的意识，它是两样东西。也就是说，心的意识和脑子的心智，我没说错吧？心灵的就是灵魂的，心灵的意识和脑子的心智，它是两样东西。所以你会感觉到矛盾，就是因为你好像有两颗心，两个思维，两个想法，因为一个是脑子，一个是你的意识。这就是我解释了为什么人类的自我意识其实我说的就是心智这个东西。人类的自我意识其实是没有真正的自由的，因为那个东西是脑子的这个计算机。而人类的自由意志它是拥有自由的，而自由意志在我们的身心灵复合体上面的显现就是意识。意识跟心智是不一样的两样东西。那么意识的显露其实也就是你的心的显露，也就是你的魂的外在的显露。说完了啊，再讲一句又无限了，那就到这儿吧啊。第四密度，体验爱的极性。进入到第四密度的灵魂要体验的是爱的极性。第三密度的灵魂首先他们经历的是选择，各种各样的选择在第三密度里面不断的再去经历。那么经历所有的选择的本质目的其实是为了理解爱有没有条件。那么爱有条件和爱无条件，这就走向两个不同的极性。那么当这个灵魂他一直认为爱有条件的话，那么他就会不停的在这个第三密度里面无限次的去经历选择。你无限次的选择，你就一直会发现你认为爱有条件，你就会走向爱的反面，就是恐惧。那么如果这些灵魂在体验第三密度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这些灵魂体验，我前面讲了所有的有限怎么来的，造的这个场子，对不对？我们的这个场子，我后面一会儿再讲这个系统啊。看看时间，我的天，怎么又快要到1个小时了？这么难讲吗？这个东西 OK 啊。第三密度，恐惧还是爱，就是这样的。恐惧就是爱的一个负面极性。我直接说爱的话，大家更容易理解啊。恐惧还是爱就是选择。那么你在一开始你定义的是爱是有条件的，那么你就通过无数的选择去试图达成这个所谓的条件。可是无数的选择你会发现越来越走向反面，直到你开始领受启发。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是会有光明团队的指引和帮助的，但是不会干涉自由意志。与此同时黑暗的团队也会把一个灵魂存有推向一个黑暗的极性，那么就是推向恐惧。那么这就方便他们奴役，因为他们的无条件的爱是服务自我的，服务自我就需要统治其他存有，支配其他存有，才能够让其他存有来服务自我。那么统治的一个最好方法其中之一就是恐惧，所以使其他的灵魂存有活在一个恐惧的状态当中，就方便一个高维的灵魂存有去利用其他的灵魂去服务自我。因为这里面存在着一个能量互相影响的状态，也就是说可以吸取能量的，可以吸取能量。恐惧所散发出来的黑暗极性的爱的能量，恐惧也是一种爱的能量，是反面极性，这种能量可以供给到黑暗极性的高维存有灵魂。好了，大概就解释的是这样。所以呢，第三密度的体验就是选择，选择的过程当中就涉及到有条件的爱还是无条件的爱，这就涉及到恐惧还是走向无惧的爱里没有惧怕的，对不对？这个方向。那么当这个极性进入到某一个阈值点的时候，那个临界点呢就是平衡极性所决定的。那么临界点在什么地方呢？这里面涉及到一个智能无限的设计，也就是圣灵了，也就是圣灵，圣灵也就是无意识，也就是智能无限。自由意志在智能无限上面可以为其赋能，爱的强度既是爱的能量，那么这种爱的位置就是它的位能，而自由意志就是它的动能。所以动能与位能在智能无限上为它赋能，就产生了自由意志所带来的能量显露。
那么这些自由意志所带来的所有的能量，你就可以说是光了，对不对？它的显露就是光。那么自由意志带来了无数的光的极性的情况，在一个智能无限，你可以把它看为是一个一切意识存有的一个基础盘。我之前说过了，灵魂与灵魂它们这本质是能量，要将能量去区分成为不同的部分，那么需要另外一种好像介质一样的能量存在于它们中间。这个东西就是我说的圣灵，就是无意识，也就是空，也就是这个智能无限无限就是这个东西。哇，三维的词好少就不行了啊，这个地方就是你大概理解吧。所以呢，智能无限本身可以透过对整体性的一个维度里面的整体性的灵魂的状态，他们的极性状况去设定了每一个密度的，我前面讲的不是7个密度吗？每一个密度的灵魂极性分层，那么这意味着它可以进入到下一个密度，因为它达到了上一个密度的极性的情况。但是极性不能进入到无限极性，因为每一个极性里面都是要有一个平衡，是3元的，是正向极性、负向极性以及平衡极性。那么平衡极性倾向于哪一个程度，到达什么地步，这个涉及到灵魂可以进入到下一个密度呢？这个程度是智能无限所设计的，它是根据所有的自由意志叠加的结果。所以你可以说它不是一个干涉，也不是一个死的规定，不是一个死的法则，它是一个动态的法则。它和全体在同一密度的不是密度，是维度同一维度的全体自由意志的情况和它们的密度的情况以及它们的极性情况有关系，这是一个动态函数，你可以这么去理解。那么当一个灵魂已经进入到在一个密度进入到相当极性，突破了那一个界限的时候，如果你把它认为是一种考试的话，当然这个理解不正确你就当是这样吧比如说它是个考试，那就是一个分数线，黑暗的极性和光明的极性都存在它们的分数线，就好像是录取分数线一样。如果突破了那个分数线的话，那么意味着这个极性的灵魂可以进入到下一个极性。一个灵魂如何进入到下一个极性呢？这涉及到更高维度的使者进行灵魂的收割。关于灵魂的收割，耶稣有很多的比喻，讲到了天使过来收麦子什么的，你自己去看，就是在讲这个东西。灵魂极性的改变其实是透过高密度存有对它进行收割，也就是引导的方式，或者说是支配的方式。黑暗极性和光明极性所使用的手段是不同的，这也符合理则。第二理则是符合的，这是尊重自由意志的结果。说白了呢，被统治的灵魂，它本身它也期望着被统治这个受虐者，他其实受虐也上瘾，对不对？被占有者他也有被占有的愿望你大概理解这个概念就行了。所以是尊重自由意志的，其实尊重自由意志的结果。这里面涉及到第4个极性了，所以说当第3极性的存有，它们产生极性，第3密度三维我的脑子，第3密度的存有，当它们进入到一个极性的边界线的时候，突破了那个边界线，它们就会进入到下面的一个极性。那么第3密度进入到第4密度会是怎么样？灵魂体验爱的极性，现在已经不是恐惧还是爱的问题了，因为恐惧也会推向到一个极性，爱也会推向到一个极性，所以每一个极性还会再产生新的极性，这里面就是2又变成4个的情况了。那么如果我们完全全部都拆分的话，太复杂了，我们现在就只讲一些你能非常容易理解的其中某几个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极性，但是实际上的极性比我所讲的要更多，你明白这个就行了。好了，第4密度其实此时已经产生出来非常多的分支了，我们只挑一些明显的分支爱的极性，它具有服务他人或者是服务自我的极性。服务他人仍然是光明方向的极性发展，而服务自我就倾向于黑暗的方向。第4密度体验了这种极性。第5密度就是爱与智慧的结合，这个你可以理解成为知行合一的道理，就是这么一回事。你了解到这是意味着意识的层面，而意识它要在这个世界上面去显化，透过诸多的方案，可能是肉体，可能是精神的创造，种种的所有的一切，或者是交互的方式与别人进行交流沟通传播，或者怎么样，对吗？建立影响力，这些全部都是能量的之间的关系。所以第5个密度意味着爱与智慧的结合，这个时候光的属性更加明显的加入进来，就是分层次。
那么也就是说能量层次会在第5密度明显的区分。第4密度的灵魂极性正在区分他们是服务他人还是服务自我的方向，这样极性一旦产生出来，就会开始接受双方不同的指导灵的影响，那么这种影响就导致一个灵魂走向某一个极性，走向那个极性到达一个地步，突破那个边界线，他的灵魂就会被收割，进入到下一个密度。那么第5个密度的时候已经是爱与智慧的结合，如果在黑暗的一面的话，也同样是黑暗的智慧。这个地方就区分了白魔法和黑魔法，他们的不同的情况其实都是能量分层。在这个过程当中，人类开始意识到，或者说一个灵魂的存有开始意识到催化剂的存在，也就是说这世界上面所经历的一切的事物，你所看见的一切虽然都是幻觉，这所有一切的幻觉其本质都是催化剂。催化剂的目的就是催化灵魂的极性，在第5密度的时候，这些灵魂会深刻的看见这个事实，也就是说所有一切的事情它都是假的，而它有它的目的性，这个目的本身就是更高维度的灵魂所设计出来的催化剂。那也就是说你一生当中所经历的所有的一切其实都是你自己设计的一部分，这里我说的你是指更高密度的你自己。那么更高的密度的你可能在这个维度或者是不同的平行的空间里面投射出来无数个影分身你是其中的一个。那么所有的这一切的体验，这些体验是经验构合在一起，那么所有的这些体验呢，它需要体验的环境，也就是说你会经历各种事情，好像是你在游戏里面你会去打各种 boss， 你会去经历到你的伙伴，你会去有你自己的工会，或者是要有什么远大的目标去努力去做，对吗？去争夺一个冠军去得到什么荣誉抢一个排名或者去积累某些金钱之类的。你所经历所有的一切，这所有的一切其实都是催化剂，这些催化剂是为了使灵魂倾向某一个极性，以使它进行可以达成收割，进入到下一个极性去体验，所以一切都是催化剂。那么这是一个智慧，能看见这种智慧的灵魂就是已经达到第5密度了。那么在这一刻他认识到身边的一切皆是幻境，而本质上是催化剂的。第5密度。第6密度爱与智慧的经验，第5密度是爱与智慧的结合，当然这基于自由的意志，所以仍然是3元素，你可以不停的用3个神的面貌去看待所有的密度当中的灵魂状态。第6个密度，第5密度是爱与智慧的结合，第6密度是爱与智慧的经验，也就是已经结合之后的这种经验。这个经验意味着无数的能量应用经验，能量应用的经验就是光的智慧，就是能量的分层。这意味着你要去面对一切的催化剂，而使用什么样的方式去面对它，这需要调整你的能量状态。这也就解答了前面很多的人在说，那我无条件的爱，我不是被人欺负了吗？那是你还没有智慧。当你进入到无条件的爱的领域当中的时候，你同时会开始接受智慧的教导。智慧意味着你学会如何去使用你的能量，去应对外界所有的催化剂状况。当然学习这个智慧是在第5密度，你开始去体验经历，开始领悟成长，而真正的去实行它，产生无数的经验，这意味着互动，它需要去和这个世界和其他的灵魂存有产生互动的，这意味着第6密度。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光明领域的伙伴们天上来的使者，他们的灵魂存有其实是第6密度的状态，因为他们来这里面去进行一个经验的积累，这是第6密度所需要达成的经验积累我开个玩笑，我说他们是来实习的就是这个道理了这意味着光明团队他们对于第3密度灵魂的诸多的帮助，是因为他们正处于第6密度存有，所以他们要进行能量应用的经验的体验所以他们也是自由意志第7就是合一还是分离，这是耶稣所在的密度因为精神矩阵的存在的缘故，一个第3维度的存有在目前的地球上面是没有办法达到第7密度的没有办法达到。那么耶稣达到了，这是完成救恩的部分，这是恩典的部分。我前面讲的是关于公义的部分，恩典与公义本身是叠加的，我这么讲你就能听得懂了，你就知道所有的一切那些让你困惑的东西到底怎么一回事。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些
光明领域当中从天上来的使者，他不明白恩典通道里面的事情，因为这个根本没关系的，根本没关系的。这个世界很大，亲爱的朋友们，这个世界很大，尤其是公益的领域特别的广阔，它不像你想象当中那么狭窄的啊。好，我再稍微休息一下。OK， 又休息了10秒钟，我们再来继续。李泽的设计啊，李泽的设计其目的是什么？就是一个无限要进入有限，于是设计了李泽以及李泽的子李泽以及子李泽，不停的向下面的李泽，这意味着无限的维度存在着无限的李泽法则，他们是大的李泽套小的李泽。所以有一些情况发生，一个情况的发生，它超过了这一维度的理则，那意味着这是上面的一个维度的更广阔的理则所带来的一个公平的行动。但是对于下面的一个理则来说呢，这出于一个不公平的外界能量介入，那么它被看起来好像是恩典的这种概念。所以我在讲恩典就相当于是神与神的最高理则，就是神的自由意志，神的主权直接向下，但是这个呢，它在最上面的理则是达成一个平衡的。这个就是为什么耶稣会死，对不对？你来救我，你直接把我救走就行了，为什么耶稣要死在十字架上呢？这所有的一切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当然对于耶稣的看法啊，这里面有诸多的扭曲的面貌，这里面是光明力量与黑暗力量干涉最后所达成的一个结果。所以你是透过一个彻底的信心，你不是因为什么证据，这是世界上面有诸多的证据，乱七八糟什么样的都有，你不用管那些啊，你就当然你也不会变的啊。耶稣说了，我的羊跟着我，不会听别的声音的，所以你就记住耶稣是你的救主啊，就完了啊。当然你也不可能忘对，我说这句话是废话，对吗？你记住耶稣是你的救主，当然你忘不了这件事啊，所以我说也是白说，因为救你的是耶稣，你明白这个就行了。我是在向你解释所有的困惑，你不要因为好些的事情发生，你觉得哇怎么回事，其实都是很简单的啊，你真的听懂了就明白了。所以我讲了一下理则啊，大的理则套着小的理则，有一些符合大理则的事情发生，那么它不符合小的理则，但它其实符合上面的，所以你看见的是下面的理则，所以你就感觉哇这个事儿怎么不合理呢？那它的理在上面啊。约拿曾经就问这个事儿啊，不合理。你的理是你这个层面的理啊，在高一层面还有更高层面的理。好了，那么这个星球其实它就是一个灵魂体验试炼场，是灵魂收割的禾场，你这样看就懂了啊。耶稣很多的比喻讲到这个道理啊，那个什么时候来了分鱼啊什么的，把两枚鱼分了开，什么收麦子收稗子的，全是在说同样的事情啊，你懂这个就行了，好吧？这个世界其实它就是一个灵魂的试炼场，它真正的目的就是以催化剂催化灵魂的极性，这就是真正的目的。而所有经历的一切全是假的，全是幻觉，所有的这一切的交互，它都是催化过程当中的一部分，而且它源于自由意志的设计，并且在全能无限，就是这个圣灵，对吧？在全能无限的一个编码生成，然后使所有自由意志进行干涉之后所产生的结果。也就是说，在这生命当中我们所经历的一切皆是催化剂，而它们源于我们的自己啊，更高维度的自己。当你去理解一个更高维度的自己的时候，你可以，如果你的思维限制在时间的里面，你觉得我真的很难跳出时间去看待这个问题，我告诉你另外的一个角度啊，你可以把更高维度的自己看为是未来的你自己。当你明白这件事，就你可以这么去理解，因为如果你跳不出来时间的过去未来，你可以看为是一个未来的你的自己来到了这个密度、这个时空、这个维度，然后来给你一些指导啊，那个就是所谓的你自己。那么我讲一下这个幻境的世界。所以首先我花了一大堆的时间去讲世界其实是一个幻觉，当然它有其存在的目的。这个幻觉的世界是怎么设计的呢？首先第一个，轮回的系统，它是为了设计一个原因，是为了设计催化剂。因为当一个灵魂再去体验一个课题的时候，它在一个有限的时空里面去体验，也就是说只有一次机会。那么我体验了一个选择，体验了一个境遇，我可能做出某种选择，那么这样的话我就没有办法再去体验另外一种选择的情况。这就好像你去玩游戏的话，如果一个游戏它有4-5种结局，很多游戏是这样的，
那么这个游戏的结局分支可能在一些重要的主线任务里面，你的选择做出了选择这个游戏的走向了。可是你想体验另外的情况，那么你就必须得把这个游戏重新玩一次，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轮回的系统的目的是为了去体验催化剂，能够完全性的体验。催化剂的本质是一样的，很多的催化剂在完成不同的课题，各种各样的课题，有关于爱的课题，就是我前面所讲的，从第1密度一直到第7密度中间所要体验的一切，这些是爱的课题。而为了使灵魂能够完成这些课题的体验，设计了催化剂，这个催化剂是灵魂自己设计的，包含着全能无限，那也就是说你可以认为是神设计的，没毛病，对吧？所以这也是神的主权啊。所以说神的主权和自由意志一直都不冲突，你真正懂这个就行了。那么轮回的系统，第一个，它可以让一个人无限次的去体验某种催化，这需要一个灵魂能够无限次的进入到一个同样的状况里面。当然这个灵魂进入到这个状况的时候呢，它不一定是同样的一个角色，它也不一定非要是在什么样的时空里面。所以当你要在看这个世界的时间线的时候，你可以了解一个历史，但实际上从轮回的角度上来看，这个世界的时间线是假的，它不是真正的时间线。就好像你在看一部电影的时候，这个电影它有一个时间线，对不对？那么这个电影拍摄的次序它跟时间线是没关系的，而且这里面的演员可以翻来覆去的演，对不对？他可以在里面演好几个角色。有没有这样的电影？就一部电影里面，这一个演员在这一部电影里扮演了7个角色，对不对？越是那个群众演员越有可能啦，是不是这样呢？所以这一个演员他可以在电影里面扮演，理论上来说啊，无限多的角色都是可以的，而且他可以进入到任意的时间线里面，任意的一个角色都是可以扮演的，而且他可以是各种不同的灵魂密度状态，对不对？有没有演员有的时候他演一棵树，有这样的，对吧？你在电影里看没看到过？所以现在这个时代已经科技已经发达了，有游戏有电影，当你透过游戏和电影去理解这些道理的时候，你就会更加明白啊。所以要有轮回的系统，它是要使一个灵魂存有能够尽可能的去体验他想要体验的灵魂催化剂，那么仅仅一生是不够的。我的意思就是说，所以会有灵魂的系统，但是它和佛教所说的轮回系统没有关系，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如果佛教的轮回系统，它是讲的一个直线时间线，就不停的在时间里面去轮回，它不是，这个时间本身就是幻觉啊，所以你可以认为真正的时间线，它不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的时间线。而且佛教它有一种把轮回和业力完全混在一起的一个东西，其实这是两种系统，它们会叠加在一起，但是它和灵魂存有反而不是一个主要关系，因为灵魂所存有的密度，它是灵魂收割所带来的结果，它并不是业力所带来的结果。当然佛教能发现这些已经很不错了，好吧总之不是一样的啊。佛教以为就是说你这一辈子做了很多好事啊，然后你以后可以什么得道成仙啊之类的，或者说变成更好的一个家世吧这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啊，完全不是这样的，完全不是这样的。有的人说这个狗这一辈子积累什么积分了，然后下一辈子可以做人了，这个不是那样的不是那样的。当然是有轮回系统的，但是和那些宗教不一样，好吧？轮回系统的存在有一个前提的设置，就是罩杀的系统罩子的罩杀就是纱布的纱罩杀的系统。罩杀的系统使灵魂的记忆在一个轮回状态当中被极大的分割了，这就是罩杀的系统。这就是意识的明意识和潜意识的部分，明意识和潜意识的部分。当然很多人他以为他的明意识是他的心智其实也不是，好吧？我们后面慢慢讲，我大概把框架讲一下。罩杀的系统分割了意识，那也就是说使一个灵魂忘掉了他有关于灵魂总体的记忆。但是这部分呢，潜意识的部分呢，意识本身是在高维里面是全部连接在一起的。这里面涉及到阿卡西图书馆就是我们所说的预言的流，也就是圣经里面所讲到的生命册。这个生命册指的是公益领域当中的生命册，我前面有没有讲过？我记得我好像讲过这个生命册其实有2本。阿卡西图书馆有正向的和逆向的图书馆不一样的领域。当然很多的人进去过他就觉得是全部了，其实不是。有机会我再讲我和我的伙伴们
OK， 这个先不说，好吧？阿卡西就是世界的灵魂意识介质状态，它是一个介质状态，也就是空。空就是无意识，也就是圣灵，你可以这么去认为。但是圣灵显露的部分和其隐藏的部分是不一样的，隐藏的部分就是恩典通道啊。阿卡西图书馆其实你可以把它认为是两部分，或者说其实有两个后面我们再讲，好吧？照杀系统使一个灵魂在投生之后忘记一切，这就是照杀系统。但是实际上照杀是可以穿透的，照杀能穿透，这个是符合在第三维度的理则的，是符合的。但是穿透只能到一个界限，不能突破这个界限。如果突破这个界限的话，那么这个穿透被视为是需要被干涉的自由意志，需要被干涉的一个侵犯自由意志的行动。OK， 哎呦我的天！所以因为有这个照杀系统的缘故，战争协议就存在了啊。我们后面讲轮回系统。所以这意味着一个灵魂可以投射出来无数的影分身，在这个蓝色星球啊，这个时间线在你眼中它是直的，实际上这是一个莫比乌斯环，类似于那个无穷，你看过那个无穷的那个数学里面那个符号吗？一个8，好像8一样倒过来的莫比乌斯环呢啊。这个轮回投射系统啊，轮回投射系统意味着对催化剂的设计和体验，而这一切的前提在于忘记，也就是说会进入照杀系统分割意识，但是照杀系统是可以突破的，可以穿越啊，可以穿越。所以我们前面讲了很多关于潜意识的疗愈啊，集体的意识啊，灵魂投影的叠加啊，我所以讲的所有这一切其实都是照杀系统的这个东西，我们后面再详细解释。第二个，业力系统其实就是一个能量的因果循环，它是因果循环。这个业力系统包含着诸多层次的理则，所以它不太能够用一个理则层面去把它简单解释。比如说我举最简单的例子啊，我就这个对着这个石头打了一拳，梆一拳，然后我的手就受伤了，这个它其实就是业力系统，它只不过是一个在物理层面这个理则的最简单的业力系统，它就是因果，业力系统本质上就是因果，只不过这个因果它有很多的理则层面，对吧？你去跳楼了，哎呦我的脚摔伤了，是不是？你今天没吃饭你就饿了，对不对？这个东西这无处不在的这种因果，它其实全都是业力法则，只不过业力法则存在的一些不是那么明显能看着的啊，就是所谓的有的人一直做坏事，是不是？然后时间长了，可能有的人他现世报了，有的人他可能没有现世报，对不对？这个一生经常干坏事的人呢，他可能最后他经历了一些看起来像是审判的事情，其实这个东西不是审判，其实它是业力系统。但是业力系统呢，它的能量循环，它有一个不像物理世界那么明显的一个能量循环的理则系统。那么这个能量循环它不见得会在一世当中看出来，它不见得在一次轮回当中看出来。那么这种能量的循环，它会追着这个灵魂到另外的这种情况，到另外一世它出现了，另外一世出现了，但是这跟灵魂密度没有关系啊。你看好多的这个宗教呢，他以为呢你一直做好事呢，那么你下一辈子你可能在很有钱的家庭啊什么的，这个没关系啊，因为催化剂它是灵魂要完成的体验，它跟你在这个世界上面的分别善恶好坏什么的，它根本就没关系的，知道吗？所以没有那种事情啊，没有那种事情，不是那样的，总之不是那样的。但是这个业力系统的能量，它是会因为能量循环的缘故，是会找到那个灵魂本体所投射的那个分身啊，会找到那个分身上面。但这个真正的目的其实是为了互动的连续性。业力系统意味着能量的循环，能量的循环和灵魂存有在这一维度的互动有关系，所以为了这个互动连续性，使这种能量产生了第一因果，使这些能量产生了层次以及相互的影响，这实际上就是业力系统。好了，审判系统本质上也是业力系统，只不过它是超理则的业力系统。也就是说，审判系统它源于上一个理则的业力系统，而在下一个理则来看的话，它意味着审判。
它不是这个封闭的维度里面的业力循环的结果，而是把更高的维度放进来之后，哇，我的天，你是一个子集，哇，我现在想讲数学了怎么办？大家懂数学吗？你是一个子集，但是如果你把你子集集合的集啊，你把你自己看为是一个子集，如果你只看你自己的话，那么你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可是如果你把你自己看在是上面的一个高级的那个集合，你不被看为是它的一部分的话，那么它的理则就可以影响到你了。这就是我前面讲的理则是有层次的。所以审判系统其本质是业力系统，但是它是更高层的理则所带来的业力系统所到下面的一个，我的天，总之审判它是高维度对低维度的一个业力效果，降维打击，你这么理解就行了。我的天，所以当一个存有他对于这个封闭的业力系统产生了解的时候，他不见得能够了解到审判系统，因为这个业力系统，我们所在维度的业力系统，它是一个封闭状态。所以一个存有他可以支取智慧，他能了解到我们这个世界的业力系统，但是他不了解还有一个更高的业力系统会带来对于现在这个业力系统的审判。说白了就是维度的事情了。好了，我再休息几秒钟。好了，幻境世界的规则啊，首先你要明白一切是理则设计的结果，而理则存在着分级的。然后呢，轮回的系统、业力的系统我都讲完了，这意味着灵魂在这世界上面有诸多的角色可以扮演，而且存在着能量循环的法则，而能量的循环以及轮回的这些角色扮演的情况和其他的自由意志叠加在一起所产生出来的效果，那意味着黑暗的力量可以对一定程度上的对轮回系统和业力系统施以动能。那么这种动能可以在其他的存有上面产生能量的转换，就是说动能，你打了一个球，这个球飞出去了，这个球飞出去之后撞到那个篮筐上了，那我是不是相当于通过这个球对于篮筐施加了一个力呢？ OK， 这意味着黑暗的存有，因为他们使用支配的力量，光明的存有不支配，所以这是区别所在。这意味着轮回系统和业力系统，黑暗能量是可以对他们进行干涉的，而光明力量不干涉，这是尊重自由意志法则的结果。所以光明力量是不干涉轮回系统和业力系统的，但是黑暗力量会。那也就是说，一个人所经历的催化剂状况其实是会受到黑暗力量的影响的。好，自由意志在理则中存在的创造性原则。对，理则当中呢，自由意志被允许在一个理则范围里面去进行精神的创造。比如说任何的维度，每一个不同的维度、不同的空间，他们的理则情况不一样，也就是说他们的物理法则情况不一样。这就是我说的科学，其实就那么回事吧。科学它是范围性的，它是很有范围的，就是你的物理定理在你这个地方是这样，你换一个地方就不这样。比如说我讲个最简单的道理，重力加速度，对吧？你在这个地球上面是这样，你到月球不就不这样了嘛，对不对？所以呢，当然这是很粗浅的东西。我在说呢，理则在不一样的地方不一样。那么自由意志在某一个理则范围里面的时候，它需要遵循这个理则的创造性原则。那么黑暗的力量呢，使用精神的矩阵，这是一种灵魂创造性原则，这在第三维度里面是被允许的。虽然它可以支配自由意志的能力，但是呢，这种支配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被看为是完全的侵犯自由意志呢？这涉及到一个全能无限、智能无限在这里面的一个判定了。这个判定在光明的存有当中可以判定，这个判定是被及时传送的，它的判定的标准是一直在波动的。后面再讲，我在这里面要讲了一个投票的时效干涉哈。哎呦我的天，我的时间不够了。尊重自由意志意味着在光明存有的面前，灵魂的收割呢是要遵循一个自由意志的。灵魂的收割也同样会带来一个维度的影响，因为灵魂的密度也意味着某种程度的能量，而一个维度能够承载的能量是有限的，因为维度它是由时空以及其中的能量物质
需要保持着某种固定的形态才能够建立起来的幻觉场所。虽然对于灵魂来说它是一个幻觉，但本质上这种幻觉是由能量所构成的。那么这个世界这个维度它要是一个稳定的状态的话，那么要求能量需要被限定在某一个有限的状态当中。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的，就是说呢，一个塑料的瓶子它有一个稳定的状态，它就是一个塑料瓶，对吧？但是呢，如果周围的环境的温度不断的升高，它就不能够再去维持它原本的形态了。那么如果说整个世界或者说这个维度的能量的情况已经完全和之前不一样了，产生变化了，那么这个幻境本身所被构成的能量特质也不能够按照原来的情况一直维持下去，因为能量之间是会产生干涉和互相影响的，能量是会传递和发散的。所以呢，当一个密度在进行当一个维度的幻觉，这个维度空间的幻觉里面，我们现在在这个一个试炼场里面，这个试炼场随着灵魂密度在不断的改变的过程中，这个试炼场本身是会产生改变的，那么这个试炼场有可能就会面临着毁灭的状态。也不能说毁灭吧，这个词有点负向了，就是说要换场子了，因为原来的场子变了，懂我的意思吗？原来的场变了啊，我们在打篮球打来打去，这个场子这个篮球框都被我们扣的都歪了，是不是？那我们换个场，原来那个场打不了了。那为什么这个场以前篮筐都挺正的，为什么现在歪了呢？因为原来打篮球的呢都是小朋友啊，都是6年级小孩，是吧？现在全变成大学生了，叮咣一顿扣篮，是吧？把这个篮给扣坏了。所以呢，你懂我的意思吧？所以这时候要换场了啊，换场。那么换场这个问题呢，涉及到一个投票，自由意志啊，我说成是投票了，实际上不要投票的，是自由意志在全能这个法则里面，这个叫智能无限，也就是圣灵，也就是空，也就是无意识，也就是宇宙意识啊。这个意识潜意识里面有种族意识，有这个行星意识，是不是啊？太阳系意识，然后宇宙意识啊，你可以看为是一个更高密度的一个意识就可以了。在这个里面投票啊，它是自动的啊。那么我们人类世界是怎么投票的呢？人类世界是少数服从多数，那么看起来是尊重自由意志，那只是一定程度。其实你没尊重我呀，我投反对票，但只不过我是少部分人，那我就不得不去服从多数了。那么人类为什么会设计这样的投票方式呢？很简单，因为时间是有限的，没有人等你无限次的投啊，对不对？你说我今天投一次，那明天大家可能就改变了，明天应该再投一次，后天应该再投一次。那如果人类世界这么搞的话，人类不用干别的了，天天投票玩吧，对不对？所以呢，我们是有限的，就导致我们必须采取一种强制性的手段去执行这个投票系统。但是在维度领域当中的自由意志投票，因为拥有无限次的时间，因为轮回可以无限次轮，而且可以在不同的空间里面去轮，就导致于呢，这个投票它是会尊重每一个自由意志。那么如果通过精神的矩阵进行支配和干涉的话，那么其实是可以使某一维度的某一特定空间里面的自由意志状况，就是灵魂存有状况，他们的投票是永远无法就是倾向于某一个极性。所以灵魂是会产生收割的，黑暗的极性和光明的极性，可是总是会存在这种没有办法进行极性倾向的。那么这意味着对于自由意志的某种程度上的干涉和侵犯，这就是精神矩阵的设计。那么这种设计到底达一个什么样的地步才会引发战争协议呢？ OK， 光明的力量不会主动发起侵犯啊，因为尊重自由意志，哪怕对方是黑暗的力量，光明的力量不会主动发起所谓的制裁，这个是不存在的啊，没有制裁的这个概念。我说制裁是因为我们已经站在某个立场了啊，在光明力量的存有当中，他们不认为自己的行动是制裁，没有。但是记住，光明存有的爱的极性是无条件的服务他人的极性。那么这意味着，如果一个存有面临着需要被服务的情况的话，那么也同样会激发光明存有的服务他人的爱的能量。这个就好像一个被帮助的人，他会激发你的怜悯之心，就是大概这个意思，就是你被激发了啊，你被激发了，路见不平一声吼，是吧？差不多是这感觉啊，你被激发了，
你本来心情挺平静的，但是路见不平了啊，咔，你的易怒是不是？这圣经里边有没有这个词哈？我忘了，易怒是不是？你一下子产生出来，但是你的这个愤怒所谓的愤怒呢，战斗的欲望不是出于你的侵犯意志啊，你也不是想要试图去干涉别人的意志，你不是为了去改变什么歹徒啊，你不是为了去教育他，你也不是为了去惩罚他，仅仅单纯的为了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那么这就意味着这种情况发生了。那么这里面涉及到一个极性的问题，也就是说呢，止恶其实是一种对于恶的自由意志的某种程度上的干涉啊，某种程度上的干涉。那么这里面就存在着一个灰色地带，你可以这么去理解，就是说黑暗力量呢对于自由意志的侵犯，它有一个界限的啊，小型范围的侵犯不算。那么什么算大，什么算小，这个是由智能无限算出来的，它是一个动态函数，这是由整体的自由意志情况和整体的能量分级情况以及密度状况、灵魂密度状况所共同算出来的。你也可以说因为大家全体所有的自由意志，对不对？那么设计出来了一个关于自由意志的范围，什么叫做被侵犯，什么叫做被侵犯到一个光明力量可以参与干涉的情况，那么这被看为光明力量的存有并没有干涉自由意志，因为是出于这个触发，就是一个强烈被侵犯自由意志的存有，而我们试图去帮助他的缘故而产生出来的和黑暗的领域当中的这种冲突，这就是战争协议。而且这种战争协议本身也是黑暗自由意志的选择，黑暗自由意志这是同步的，也就是说双方一定是在同时达成的，因为这个函数本身就是根据双方情况一起计算的，这个你不用担心你不用担心说警察想要去制裁歹徒，但是歹徒不想跟警察交火怎么办？这个不存在这个不存在，因为这是合一的。我告诉你，在上面是合一的，这个合一就是这个意思，它是平衡极性。光明与黑暗在这个层面也是平衡的，也是合一的。这个合一就体现在光明要去强行帮助的情况之下，而黑暗也刚好要向光明发起挑战，是一样的这个我们后面再解释总之，精神矩阵的存在导致于这个维度的改变的情况面临着很困难的情况，因为能量会使维度产生改变，而在此之前灵魂需要走向极性并且被收割。可是如果在这个能量已经改变这个密度的情况之下，整个环境已经被改变了，那么灵魂还没有走向他们的极性，那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自由意志在这个领域范围里面被干涉了，被强行的侵犯了。这个侵犯就是精神矩阵，精神矩阵是被视为在这一个理则范围里面被允许的那么自由意志被干涉了，如果是在一个封闭的领域当中的话呢，那这个仍然是一个业力的循环的结果。但是在这个时候存在着超越这个维度的光明力量的存有，也就是有高密度的灵魂。在这个时候呢，被侵犯自由意志的灵魂所发出的呼求，在这个时候被高密度的光明存有看为是一种呼求，所以呢，高密度的灵魂的存有在这个时候就可以介入了。那么什么情况下可以介入？这取决于精神矩阵的强度，以及在当下存有里面整体自由意志的状态。那么一旦这个触发了之后呢，就会引发出来战争的协议，光明的力量和黑暗的力量就会直接产生冲突。那么黑暗力量这个时候也刚好要挑战光明的力量，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精神矩阵就是一个关键点光明的力量采取了一种不干涉自由意志，也不违背这个维度的任何理则的情况，使用了一种方案。这个方案我们后面再讲这个就跟双生灵魂有关系也就是传说中的双生火焰。双生火焰有诸多的说法这个各种说法都有，我会告诉你为什么会有这样多的说法，我后面会详细解释。双生火焰这个东西它可以解决能量矩阵的问题，这是光明力量存有所使用的方式。但是这些双生火焰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他们失去所有记忆了，所以他们对于这些东西的定义有诸多的定义，没关系，都没关系，怎么都行，殊途同归最后全是一个无条件的爱精神矩阵被搞定之后，具体怎么搞定的我们后面再讲。精神矩阵被搞定之后呢，这个时候黑暗存有的力量能量的源泉就已经切断了，这个时候就他们只会变得越来越弱。那么也就是说精神矩阵破坏的情况，那个时刻
就是黑暗存有最强大的能量时刻，而这个时候他们就向光明的力量发起挑战，而与此同时刚好光明的力量这个时候正好激发战争协议，那么这就是平衡极性啊，黑暗极性和负面极性和正面极性和平衡极性，这个平衡极性本身就是由全能无限所设计出来的，知道吗？这个函数本身就设计出来，所以你永远不用担心哈，这个一方想要和另外一方交战，但是另外一方不同意的话，这不就干涉自由意志吗？不会，因为这个事件会发生，本来就是所有自由意志一起共同作用叠加的结果，所以双方是刚好都是要战斗的，而那个时刻就是启示录的时刻，我的天，累死我了，伙伴们，我尽力了。 OK， 我们后面再去详细讲哈。总之无条件的爱，好吧，我前面讲的那3个问题，现在大家都有答案了吗？大家都有答案了吗？直接造天国不就得了吗？把魔鬼直接干了不就得了吗？那你不是干涉自由意志吗？对不对？然后呢，得救了还何必爱？得救了还何必爱？亲爱的朋友们，我后面会让你们知道为什么得救了还要爱啊！耶稣基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伙伴们，我尽力了我们下次再见。耶稣爱我们每一个，阿们。5月份空气是什么味道？你若不来，我便一直等待。从天差地别压上，陪在你身边。有相见的人就不算孤单，即使只是一瞥，也想好好珍惜。胆小鬼最害怕幸福，若敢叫醒孤生，便不再恐慌。相信自己的人，一个就已足够。如果可以，你愿意和我一起走吗？心有所却，故作不解，心头会想着的日落。鲜花是先行的爱，名字是最短的咒语。人们在不断寻找的东西，又能否能做到漠视莫忘？只要你说一声，便可以奔赴来看你。下次再见，我还是你最虔诚的信徒。只要能待在你的身边，一分一秒都可以万千，珍宝都不重要。呼吸安住即无香，胆小鬼最害怕幸福，若敢叫醒孤生，便不再恐慌。相信自己的人，一个就已足够。如果可以，你愿意和我一起走吗？心有所却，故作不解，心头会想着的日落。鲜花是先行的爱，名字是最短的咒语。人们在不断寻找的东西，又能否能做到漠视莫忘？都可以，万千珍宝都不重要。无心安处即无香，既然你选择相信我就不会辜负你。即便化身萤火，也想为你照亮前路。